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Hellebore。这个 Hellebore 呢，它的中文名字叫做铁筷子。熟悉我的朋友呢，可能知道我是来了美国以后才开始种花的，所以很多花的名字呢，我也是从英文开始学的。那做这期之前呢，我就特意去查了 Hellebore 的中文名字，发现叫铁筷子。我一开始其实不太能理解，这么鲜又漂亮的花，怎么取了一个这么爷们儿的名字呢？但是再仔细想一想，我就大概能理解取名字的人的想法了。筷子呢，应该是形容 Hellebore 这个细细长长的花茎的形状，而铁呢，应该是在形容这种花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可以在冬天开花。对，你没有听错。铁筷子的花期呢，一般是在圣诞节前后，也就是11月至1月。所以在北美这边呢，它又被称作 Christmas Rose 圣诞玫瑰。早冬开花听起来也是有点冷。那说归说哈，我特别想要一颗铁筷子，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我的花园里非常稀缺 winter interest。一到冬天，所有的花和叶子都谢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颜色了，所以我特别需要一个冬季植物。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我记得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园艺大师，叫做 Klaus Dalby。他曾经在他的 Instagram 上 po 过一张图片，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花园里面所有 Hellebore 的大合照，取名叫做 Small Winter Wonders， 真的是非常贴切。试想一下，如果冬天到处都是棕色和黄色的花园里，有这么一个角落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花，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珍贵了？那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铁筷子的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新鲜开放的花呢，是颜色比较嫩的，一般是这种奶白色。那这里插一句，大家不要被这个形状和颜色欺骗了哈。这个白色的呢，其实不是 Hellebore 的花瓣，是它的花萼。真正的花瓣呢很神奇，它藏在这个花萼和花蕊的中间。大家看这个圆筒状的，才是 Hellebore 真正的花瓣。但是等到花谢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花萼会留存在花茎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花瓣掉了之后呢，只剩这个花萼，但是这个花萼是不是长得也非常像花的形状？所以就导致呢，整个这个 Hellebore 的花期会看上去非常长。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给我的这两盆铁筷子换个盆，我是在 Trader Joe's 买到它们的，当时真的是开得非常惊艳。现在好多花呢，其实已经谢了，但是由于这个花萼像我刚才提到的还继续留在花茎上，所以它们还是看起来像是开得非常满的样子。那我想给它们换盆呢，也是因为它们原来的这个盆是这种可降解的盆，大家看一看，就是跟我们普通的塑料盆、陶盆比起来呢，它是这种软的盆，已经4分5裂了。其实，那这个可降解花盆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是地栽的话，可以直接连着花带着盆一起埋在水里，这花盆遇水呢会慢慢分解变成养分，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种花对于根系的影响降到最小。但是呢，我不打算把它种在我的花园里，我是打算盆栽的，所以这个盆现在都碎得零零散散了，有一点特别不方便我搬动。这种不透水的纸，就是外面这种不透水的纸呢，也容易在底部积水。所以今天呢，我就打算给他们换一个盆。那在这之前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铁筷子的几个注意点。第一个呢，就是铁筷子是喜阴的植物，一般建议是种在半阴到全阴的种植环境。如果大家不知道半阴和全阴的区别呢，请看我之前的视频。我之前讲如何阅读植物标签的那一集有具体介绍过。如果你的院子里有非常大的树，那大树的脚下或者房子的北面常年被墙挡住的角落呢，都是非常适合种植我们的铁筷子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喜阴的植物非常难度夏，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把它盆栽的另外一个原因。我的小花园呢，基本没有全阴的位置，半阴的位置到了夏天正午还是非常晒的，盆栽就会比较灵活。夏天如果这些铁筷子出现持续缺水、叶片被晒伤的情况，我就可以随时把它们挪到比较阴凉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浇水和土壤的选择。铁筷子的生长期呢，是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冬天的。夏天最热的时候呢，它就进入休眠期了。所以我们给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植物的生长状况来。生长季呢多一点，休眠期只要保证土壤不干透就行。那提到水，我们就不得不来提一下土壤的选择。铁筷子是一种非常喜欢潮湿但是透气的土壤的植物，所以你在种的时候呢，也要选择疏水性比较好的材质。Garden soil 就不要选择了哈，这样才能保证铁筷子的根不会因为一直泡在水里而烂掉。
另外，铁筷子喜欢 pH 值比较高一点的土壤，也就是弱碱性的土壤。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花园里种的绣球，它们都会慢慢的变成粉色，所以我的花园里的土呢，应该是全是弱碱性的，会非常适合种铁筷子。那如果大家发现你家的铁筷子光照也没有问题，浇水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长不好，不妨呢测一测你土壤的酸碱度。如果是弱酸性的话呢，也不要紧，像是 Espoma 的 Garden Lime 或者类似的用来给绣球花的调色剂撒一点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清理。铁筷子的叶子呢是4季常青的，所以我们主要需要清理的就是谢掉的花以及枯萎的叶片。我比较建议的呢是花一枯萎你就清理掉，这样看起来呢也会比较整洁干净。另外呢 Hellebore 是一种会 self-seeding 的植物，意思就是说它会自己把种子洒落的花园到处都是，第2年呢就会长出新的 Hellebore。 那如果你不希望它因为这种习性在你的花园里散播开来，一样建议大家花一谢就把它清理掉。那如果你平时比较忙，没有空经常打理你的花园呢，也没有关系，我会建议你等到早春的时候做一次大的清理，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铁筷子的生长季。上一季的老叶和枯萎的花朵和新长出来的嫩叶和花苞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一次性的做一个大清理，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想提的就是毒性。Hellebore 呢是来自希腊语，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是 alein 毁坏和 bore 食物这2个单词拼起来的，意思呢就是有毒的花。那大家也不要被这个毒性吓到了哈，铁筷子的这种毒性呢是要大量食用过后才会产生症状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也不会说啊好饿啊，去院子里采一颗铁筷子来吃吧，对吧？不过大家家里如果有小宝宝或者有动物的，有猫猫狗狗的，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下。我自己也是有养狗的嘛，不过我们家的狗子对这个铁筷子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我觉得动物都是天生有分别，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本能的，所以 Hellebore 呢一般都是 deer resistant 或者 rabbit resistant。大家后院如果有经常被兔子或者鹿光顾的话呢，铁筷子会是你不错的一个选择哟。好啦，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去把它种在花盆里吧。这牌子上还专门写了一句 Not for consumption， 不要吃。I can stay till the morning, or stay till the dawn, but just hold me now. I wanna be so much better whenever you're around. I wanna say something clever to get in your mind, 'cause right now we're not together and I lose my way then. Oh, I feel so much better whenever you're around, whenever you're around. Yeah, yeah, whenever you're around. 好啦，那我现在已经种完了。我今天呢也是新挑选了这个盆，我特别喜欢这个盆竖直的肌理感。了解我的小伙伴一定知道，我很喜欢这种几何形状的盆，就是很素净的，然后材料一般是混凝土或者陶的，那我今天选的这也是陶的盆。我今天种花也是完全按照了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美国人很喜欢种花的一个 recipe， 就是要有一个 centerpiece 在你的中间起主导作用，然后沿着盆壁会有一圈 speller。今天我用的是这种，刚才给大家看过的像荷叶一样的小叶子。Speller 呢用的是我的粉色 Pansy。今天这个 project 其实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拯救我的 Pansy， 因为昨天其实我们这儿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了，而且是零下4度。然后今天晚上我看了天气预报会到零下6度。今天早上我起来一看，其实我的很多 Pansy 都已经被冻伤了。那如果我继续把它们放在外面再过一晚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就会被冻死了。冻死了其实也没什么，但是由于我太喜欢这些粉色的 Pansy 了，我就想说
说能救一些是一些吧。所以我刚好要种这个 hellebore， 我就想说，哎，这个粉色的跟这个白色有点 creamy white 的铁筷子搭配也其实蛮好看的。所以呢，我就重新利用了我的这个粉色的 pansy， 把它作为我这一盆栽的 filler，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搭配。其实大家在种花的时候也可以像我这样循环利用，因为每一次都要买新的花呢，其实在预算上也是挺贵的。所以大家花园里面如果有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花，由于季节原因它们马上就要被冻死啊，或者你觉得不太适合你这个花园的这个位置，已经想把它铲掉呢，也可以考虑把它们重新种成一个盆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新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